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走出科学》，我是邓肯，他是月月。今天回到大家期盼已久的豆瓣灵异事件系列。这个故事里既没有鬼，也没有死人，但却是一个发生在我们生活中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令人感到细思极恐。2017年，一位叫橘子汽水的楼主小姐姐在豆瓣上发文，讲述了近日自己和朋友 A 身上发生的一个无法解释的事件。几天前，楼主的好友小 A 从北京到杭州找楼主玩。小 A 那天是坐动车从北京站到达杭州东站的，下车后又直接打车去了酒店，这其中没有丝毫停留。随后楼主和小 A 在酒店见面，小 A 在旅行箱中给楼主带了些特产，准备拿出来。可此时小 A 发现这个旅行箱的密码锁怎么也打不开了。这个旅行箱是小 A 的妹妹办招行信用卡时送的，所以他要给妹妹打了个电话。妹妹随口猜了几个密码，都对不上。小 A 有点发懵。这时楼主问他，会不会你在动车上拿错行李箱了？小 A 说绝对不可能，这个行李箱一直在我座位的正上方，没人动过，而且周围也没有和我同款的旅行箱啊。最后无奈之下，楼主和小 A 只能用暴力的方法把拉链剪开，终于打开了箱子。打开箱子之后一看，还真不是自己的旅行箱，箱子里有衣物等日常物品，还有一张银行卡。楼主和小 A 给银行客服打去电话，报上了卡号，最后在银行的帮助下，成功联系上了箱子的主人对方是一对母女，母女手里拿着的是小 A 的旅行箱，双方的箱子是同款。随后双方在派出所见面，互换回了自己的箱子。到此事情看起来就是双方在动车上误把对方的箱子当成自己的拿错了。可经过和母女二人的一番交谈后，楼主和小 A 才意识到这起事件有些不对头，甚至十分恐怖。我们刚才说了，小 A 是当天早上8点从北京坐动车出发，下午1点半到达杭州东站，随后去的酒店，这中间没有任何停留。而母女二人呢，他们是当天早上9点从哈尔滨起飞，中午12点到达萧山国际机场，然后坐机场大巴到的酒店。通过这2个时间轴，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双方在当天的行动轨迹上没有任何交集，也就是说双方根本没有条件去拿错对方的旅行箱。此时楼主和小 A 陷入到深深的恐惧当中。后来母女二人还提供了一个细节，女儿下飞机后，因为杭州比哈尔滨热很多，她把外套在机场脱下来了，放进了箱子中。这个时候可以确定母女的箱子还是自己的。所以通过这个细节我们可以得知，至少母女在飞机降落时，双方的箱子还没发生互换。当然不久后，这个外套就连同整个箱子一起出现在了小 A 手里。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这起事件，网友们都有哪些猜测呢？相对科学的猜测认为，一定是双方当天在某个时间节点上有过交集，然后拿错了对方旅行箱。可我们刚才从时间轴上大家也可以看到，双方再三确认，当天在空间上都没有任何的交集。而且根据杭州本地网友证实，机场大巴走的是平海路那条线，和杭州东站完全是2个方向，双方在空间上不可能重合。而且母女坐的机场大巴一路上也就停过1-2次，只下不上。我们退1万步讲，就算是机场大巴停车时有人互换了行李箱，那这短短的几分钟，得有一个人先把小 A 的行李箱拿上车，在母女的眼皮底下换掉，再把母女的旅行箱拿下来送给小 A， 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另一种比较奔放的猜测认为，2个相同的旅行箱在那一刻发生了时空塌缩，或者说量子纠缠。毕竟我们很多人都曾经历过，一个铭记的放在这里的东西，死活就是找不到，好像凭空消失一样。过段时间它又奇迹般的出现了。如果这真的是时空塌缩一类的现象，那我们只能期待未来的物理学为我们答疑解惑了。毕竟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脑洞不够，平行宇宙。最后楼主说，为了不让小 A 活在疑惑惊恐中，安慰他说道，这可能是注定我们有一面之缘吧，就以这样的 bug 的方式遇见。而母女那边，女孩倒是心很大，没太在意，但妈妈说这个旅行箱有点诡异，以后别再用了。以上就是豆瓣著名的旅行箱穿越事件。各位朋友，请开动脑筋，有没有可能有哪种解释能破解这个谜题呢？欢迎留言讨论。我是邓肯，咱们下期见。圆圆说3连的哥哥姐姐都发大财，说圆圆